继几个月前在太平洋地区重新开放第一个二战机场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卡罗来纳州重新开放了另一个二战机场。那么美方声称这是为了增加更多训练机会，尤其是演练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那么什么是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为何说这一作战计划对中国的针对性明显呢？来看报道。今年8月，美军宣布重新开放北卡罗来纳州前陆军航空兵团戴维斯营机场。根据美方的说法，此举意在准备新的太平洋战争。戴维斯营机场是为二战而建设的机场，历史上仅投入使用过6年，于1941年启用，主要用作高射炮训练中心。二战结束次年的1946年，该基地停用。令人意外的是，今年8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斥2800万美元大修该基地，改造工程将持续18个月，即最快在2026年3月重新开放。改造工程主要包括老化的机场跑道，按照方案，跑道将被抬高并重新进行高标准铺设，同时还将重新建设混凝土着陆设备和停机坪。改造完成后，这里将用作多用途外围着陆场，可支持海军陆战队武器库中的所有机型起降，包括 KC-130大力神运输机、F-35联合攻击战斗机、MV-22鱼鹰和其他旋翼机。外界注意到，美军今年以来已经重启2座二战老机场。今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就重新启用了位于太平洋中部帕劳的贝里留岛简易机场。实际上，这座机场是二战期间由日军修建的，美军在1944年经过血战将其攻占，战争结束也宣告这座机场被废弃，因为它距离关岛不远。70多年来，这里被遗忘，仅在 HBO 拍摄太平洋剧集时用作取景地。今年6月22号，一架 KC-130加油机顺利在贝里留岛机场进行起降测试，证明这里已符合野战跑道起降标准。美国舆论当时形容此举是在二战噩梦上的重建。西太海域的美军二战噩梦包括发生在附近的硫磺岛战役，美军损失近7000官兵。美国防务新闻宣称，戴维斯营机场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增加了更多的训练机会，而贝里留机场距离菲律宾马尼拉约1600公里，距离日本冲绳的驻日美军基地群约2500公里。美军认为这种地理位置为所谓第一岛链周边的美军战机提供了更多的部署地点选择。对于美国军方来讲，也把这些机场作为一种在西太平洋，在整个的印太去制造紧张局势的工具，同时呢，它又可以被美国的军方视为一种申请预算的理由。所以我们也看到，之前在菲律宾等地，可能美国的机场跑道随便的拓宽，它就能够爆出几亿美元的账。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海军陆战队1年内重启2个废旧机场，主要为了服务该部队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这一概念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执行，旨在将小型海军陆战队部队分散到很远的距离，而这种方法严重依赖飞机支持，无论是精确打击、侦察、加油、补给等。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是美国大国竞争理念下发展出的作战概念，对中国的针对性十分明显。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涉及使用机动的、低特征的、与作战相关的、相对容易维护和维持的海军远征军，从一系列临时的基地出发，在有争议或潜在有争议的海域内的岸上或近海位置实施海上封锁和支持海上控制等任务。核心诉求是在太平洋地区同假想敌展开海上游击战。具体而言，如今的跳岛作战分4步走，首先是由小股精锐力量突袭岛礁，搭乘新型登陆舰登陆，夺占机场，然后用运输机或舰载运输直升机将攻击系统投送至岛礁上，发射导弹对对手的舰船发动攻击，紧接着部署防空反导系统，最后通过运输补给完成对岛礁及周边海域的控制。第5步以所控岛礁为前进基地，进行下一轮海上游击战。除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之外，美国空军也重启了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天宁岛机场，这则是为了推进美国空军的敏捷战斗部署概念。天宁岛是北马里亚纳群岛的3个主要岛屿之一，面积102平方公里，距离美军在第2岛链的核心基地关岛基地群约160公里，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天宁岛西南临菲律宾海，与东北亚、东南亚的距离不足
3000公里。1945年8月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 B-29轰炸机也是从这里起飞。二战后，天宁岛空军基地基本处于闲置和失修状态，一直到去年年底，根据美国空军敏捷战斗部署概念，天宁岛上的这座机场才得以重建。根据美国空军的规划，该机场全面翻新后，可以起降多型美军现役主力机型。敏捷战斗部署概念剑指亚太。此前驻日美军大幅调整战斗机部署，就是为了推进敏捷战斗部署概念实践运用。调整完成后，驻日美军的 F-35战机加上日本空中自卫队和韩国空军装备的约80架 F-35A， 三国在东北亚部署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数量将达到210架左右。除天宁岛外，美军在塞班岛和威克岛的空军基地也在扩建中。未来关岛、天宁岛、塞班岛、威克岛和夏威夷将形成相互呼应且具有一定纵深的岛屿基地群。与此同时，位于关岛和帕劳中间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雅普岛也将被翻修。美国空军在其2025年预算中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拨款4亿美元，用于延长该岛国际机场的跑道。这座机场此前也是日本的军用机场。根据美国军事高层的计划，这些基地非常小，而且彼此相隔遥远。值得一提的是，雅普岛机场和贝里留岛机场正好位于关岛基地东西2个方向，三者可呈等腰三角形。很显然，美军将这2处作为关岛的备份机场，显示将在亚太加强部署。在美国看来呢，它可以作为比如说关岛安德森或者日韩的一些基地被摧毁之后，那么美国的这些战机通过这个后退通过我们说这种所谓的增加这种战略上的这种空间去提升安全性、提升生存能力的一种相关的方式。不过，这些二战翻新基地的短板也十分明显。有舆论批评称，现代空军对于后勤设施的要求很高，这些简易机场经过翻新后，仍远远无法与关岛等经过多年建设的大型空军基地相比，仅能支持小规模、临时性的空军行动。分散作战会导致部署到偏远机场的战斗机因为各种小故障而失去作战能力。主要是小基地或者偏远机场里，无论是零件还是维修设备储存量跟不上，一旦出现要维修的状况，要花很长时间从别处运送过来。而且小机场内的飞机一般只能停在跑道上，缺乏遮蔽，反而可能成为活靶子。而且重启基地的成本并不低。以天宁岛为例，重建项目由德克萨斯州欧文市的工程和建筑企业福禄集团实施，该公司将投入4.09亿美元，约合25.6亿元人民币，而且要5年内才能彻底完成。这并非是首笔用于恢复天宁岛机场的资金。在去年底通过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就包含一份用于先期整修天宁岛备降机场的约合人民币5.6亿元的预算。佩里留机场也好，包括美国国内北卡的这个机场，它的跑道一般在1500米以下。但是现在的这个像 F-22、F-35，不说它所依赖的这种机棚的环境，它对跑道的要求要比当年要更复杂，因为你的飞机更重了，而且你的这个维护保障的难度其实要提升。那么这个成本很有可能是数亿甚至数十亿美金，能不能投得出来？包括我们说你投出来之后，相关的机场有没有条件去保障这个工程团队的存在，这都是问题。实际操作层面，距离美国军方之前所宣称的在太平洋找到几十个、20个以上的这种所谓备份机场，这个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